Hello， 大家，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今年2022年最新的 M2 iPad Pro。那这台呢，台湾的上市时间其实还未定哦，所以非常感谢我的香港代购中环艾伦。如果大家有需要最新的苹果产品的话呢，可以找他们哦。那这版 iPad Pro 呢，其实算是改版幅度非常小的一版哦，看他们连发表会都省了。那这一次呢，我选的这一台是11寸，因为我觉得12.9寸太重了，然后加上我本身已经有电脑了，所以就选了比较小的型号。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开箱这一台 iPad Pro 吧。好，正如大家所见呢，我这次选了一个银色，因为我觉得太空会应该是会粘指纹。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次 iPad Pro 有怎样的特色哦。那这次呢，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搭载了 M2 晶片啊。那比起上一代的 M1 呢，它的效能提升了15%哦。而它在影像处理能力可以说是又更上一层楼喽。这次呢，不管你是要4K 影片剪辑啊，或是复杂的3D 设计，甚至是游戏呢，你的体验应该都是会更好的。那靠着这个 M2 晶片呢，这一次 iPad Pro 也可以开始拍摄 ProRes 格式的影片哦。那在处理跟编辑 ProRes 影片的部分呢，效率更是提高了3倍呢。那 ProRes 这种影片的格式呢，可以提供更高的色彩保真度，还有更少的压缩。不过缺点就是它的档案会非常的大，给大家参考一下，1分钟4K 30 frame 的 ProRes 格式影片呢，就要5.56 GB 耶。所以这部分呢，应该是专业人士会比较有机会用到就是了。那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一次 iPad Pro 虽然可以录制 ProRes 格式的影片呢，可是呢要特别小心128 GB 的这个机型呢，最高只有支援到 1080p 30 frame。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这次 M2 iPad Pro 的亮点呢，就是它可以使用 Apple Pencil 的悬浮功能哦。这个功能呢，就是当你 Apple Pencil 靠近荧幕的时候，不用点到它呢，它也可以侦测到目前笔尖的位置在哪里。那这个功能就是可以让你在笔尖下手之前呢，可以清楚看到目前确切的位置。还有就是当你笔尖靠近 App 的时候呢，也会有小小的反应，所以互动感呢会大大提升。或者是你在备忘录里面画画的时候呢，可以事先看到水彩调和的颜色。那这个备忘录的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到更多。不过要说实际上它会有哪些应用，例如说画画上的压力感应啊，会不会有更多的玩法？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很酷，但是好像没有很实用的功能，就是可能还是要等第三方 App 有没有更多的玩法这样子。那再来第三个，这次 iPad Pro 亮点呢，就是他们支援了最新的 WiFi 6E， 那这个部分呢，速度是比上一代还要快2倍的哦。然后5G 的网络连线能力也有所改善，所以如果你是常常要用到网络上传或下载东西的人的话呢，这部分是可以参考一下的。接下来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一代跟上一代 iPad Pro 一样的地方，例如说12.9寸的 iPad Pro 才有 Mini LED 的萤幕，那这个部分呢是一模一样的，规格完全没有变，像是高对比啊，或者是最高亮度呢是1000尼特，这些都没有变。那至于11寸 iPad Pro 呢，大家看到这一台也是跟上一代一样是 LED 的萤幕，没有变，所以就是没有升级。如果你自己本身非常在乎，或者工作上需要非常好的萤幕的话呢，这一点是要注意一下的。那在相机的部分呢，这次 M2 iPad Pro 也跟上一代一样维持双镜头跟 LiDAR 的配置哦。那规格呢也跟上一代一样，就是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跟10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款好用的 iPad 保护壳品牌 ESR 异色优处草坪系列多折款呢，平板壳可以单独使用，提供保护力，四边材质为 TPU， 平常想要立着使用的话呢，可以吸附在底壳上面，直立或横立各有2种角度可以调整。侧边凹槽设计可以吸住 Apple Pencil， 还有帮它充电也是没问题的。侧边的搭扣则可以防止 Apple Pencil 脱落。另外一款月色草坪系列搭扣款呢 ，TPU 平板底壳的部分可以单独脱离面盖使用，可以直接拿着 iPad 游戏或阅读。接上面盖的话呢，可以横着站立，有2种角度可以调整。半透明的背板则为 PC 磨砂，侧边的话呢，可以吸附跟帮 Apple Pencil 充电。再来优处 TPU 笔槽款呢，全 TPU 材质的保护壳提供了隐藏式笔槽，也支援 Apple Pencil 充电。旁边有额外的圆孔可以绽放出控笔，面盖则可以3折，方便观看或是书写。最后
后优触双面夹系列搭扣款提供2种不同的角度直立，支援翻盖快速唤醒，相容 Apple Pencil 第2代可以充电，搭扣则可以保护触控笔。无边框的特点呢更加的轻薄，不使用搭扣的时候则可以往后粘贴，不挡视线。另外呢，我们将会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获得 ESR 异色 iPad Pro 保护壳，抽奖详情呢请看资讯栏，不要忘记回来领奖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到残酷环节，就是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一次 M2 iPad Pro 的影像处理能力。我们来尝试输出一段影片。我们比对组呢就推出选手2号，就是今年推出的 M1 晶片的 iPad Air 5，以及选手3号呢是我们搭载 M1 Max 晶片的2020 MacBook Pro。那我们在这3台装置上面呢，同样会出一段30分钟 4K 24 frame 的影片，来看一下他们各花了多少时间。那出来结果呢，令人大吃一惊哦。M2 iPad Pro 呢花了13分钟53秒，那 M1 iPad Air 花了13分钟42秒，所以 M2 竟然还小输诶。那我想说会不会是编码或是外在环境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第三方 App 输出，它是不能选编码方式的，所以我就不死心呢，又做了第2次 M1、M2 的绘出测试。那这一次呢，我用了 iMovie， 它也是不能选编码，但我想说都是他们自己家的软体，应该优化会是最好的吧？结果呢还是一样，绘出时间呢是差不多的。那上网一查才发现呢 ，M2 这个晶片原来是只有 ProRes 编码绘出才会有明显的差异，所以有需要剪辑的人呢可以参考一下哦。那至于 M1 Max MacBook Pro 的部分呢，则是使用7分19秒，跟 M1、M2 iPad 比起来呢，都算是好很多。不过价格当然也是贵上许多就是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一次 iPadOS 16的新功能。那现在版本的人已经进到 iPadOS 16.1，有大概1-2个月就会出一版新的。那这一次呢，最大的亮点不外乎就是目前调度这个功能啊。那打开这个功能呢，你就打开控制中心，里面就有一个目前调度的按钮。那这个功能呢，可以让 iPad 的多功能力更强大，就是除了能够自由调整 App 视窗大小之外呢，你还可以在单一画面当中开启多个重叠的 App 哦。那最多是4个。那后来呢，其实有发现这个视窗大小呢，其实并不是完全能够自由调整的，它其实还是有固定自己的格式跟排列对齐的方式，就是你滑到哪边呢，它就会自动去对齐某个地方，或者是它重叠的方式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逻辑，这样它就不像是电脑那样子，你要放大缩小啊，或者是摆到哪里都非常的自由。而且11寸 iPad Pro 其实如果你开到3个视窗以上，你就会发现画面非常的挤。那我们在上一部讲 iPadOS 的影片里面就有讲过说，其实有几个设定可以改善它的画面利用率。那如果大家想要看 iPadOS 16.1完整版解说影片的话呢，我会把链接放在左上角。还有呢，就是 iPad Pro 现在是可以外接萤幕接到最高6K 解析度的，所以如果你有在考虑把它当成电脑那样使用的话呢，我觉得外接萤幕也是一个选项。那另外呢，在上一部讲 iPadOS 影片里面，我们漏掉了备忘录的部分哦。这次备忘录呢新增了一些画笔，像是钢笔啊，或是水彩。那这个水彩非常好玩，就是里面还可以调色，例如说红色加黄色变橘色之类的，就可以晕染出你自己想要的颜色咯。那另外呢，在手写字的部分呢，这次还新增了拉直的部分哦，就是当你写完字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框起来，滑到后面你就会看到拉直这个选项了。那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次 iPad Pro 它更新幅度真的很小啦。主要呢还是如果你今天需要很强的影像处理能力，例如说 4K 剪辑啊，或是 3D 相关应用设计之类的话，用起来我觉得是会比较有感。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 iPad Pro 的价格哦。台币的部分呢，11寸128GB 呢要27900元，那在12.9寸的部分呢 ，WiFi 版的128GB 是37900元，贵了1万块。不过现在也不知道台湾上市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了啦。大家觉得如何呢？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去买这台最新的 iPad Pro？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那影片最后呢，也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还有开启小叮当。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